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呐。盛名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一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哦，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，请恕民女还要照看大长公主，改日再向殿下请教。燕某疏忽了，请九娘子自便。主子，你一提沈毅，福陵那丫头脸都吓白了。他们不愿与我多说，可为何会对自己崇敬之人如此讳莫如深？小婉儿，你这回不但帮霍怀信抓住了魏武，保住了乌纱帽，还助他官升大振，这下他必定后悔当初退了你跟霍宁的婚约。我现在啊，只求尽快检验尸身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霍怀信倒是保全了自身，可我价格还不知何时才能脱罪呢。我不用你让着我。在下并未受伤，只是心绪不宁，确实难敌郡主。我就想去陪他一日，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。我只希望能早日带他回家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们岳家何尝不是这么想？还好有小婉儿帮忙，真凶很快就能找出来。真的？莫非九娘子懂侦查之术？我只是会一些医术，帮府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无论如何，魏某都感谢九娘子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魏某都深感欣慰。告辞。他把与你的输赢分寸拿捏得那么好，实在不像是心绪不宁的人。庶子大都这样，要看人脸色才能活得好些。他能得宋国公器重，也算是有出息的了。可能我做的事需要处处思量，所以不喜欢处处算计的人。难怪祖母说你活得太累心，那是因为人心叵测。我价格太冤枉了。宋国公府送亲的侍卫和侍从有近100人，还有丫鬟婆子围着喜轿，怎么会来那么大一个活人死在里面都不知道？我价格不过是去接个亲，就被栽赃在头上了。可是他连那个宋柔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，那个没头的真是宋柔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只有尸身才能告诉我真相。舒服啊！这2天啊，准备好一些上好的礼品，挑个好日子去一趟秦府，把宁儿啊和九娘子的婚事定下来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去退了婚，
宁儿绝对不能娶那扫把星。去，出去！妇人之见，那丫头可不是一般人，就凭她的本事，保准能让我们霍家兴旺发达。咱们门楣兴旺的日子在后边呢。真的吗？信我的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娘子，今天可把我紧张坏了，直到大长公主醒了，我才松口气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？无端的担心只会让人心乱。我只有救下大长公主，让侯府欠我这个人情，我们才有机会依计划行事。这个险必须得行。幸好这侯府上下都是顶好的人，否则咱们哪有好日子过呀？是那个不同媳妇的鬼魂。没事，这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也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灯。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拂倒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待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二人和宁儿兄妹知道，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。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之漏了点消息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比武的时候见他忧心，我就齿痕。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二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魏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
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寒，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痴蚁，白痴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，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。只有趁前夜休憩时，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。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亲旧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言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已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徐武座，将尸身连同长案一同放入空棺内，在尸身四周放满花椒和木炭或封棺，在棺椁周围多加冰盆，延缓尸身腐烂，以备3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让京城的人着重查访宋府后宅。后宅？莫非那宋柔不规劝？看来得把你送回新兵营重学规矩了。主子饶命，属下宁可跑荆州10圈，也舍不得离开主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九娘子慢走。白将军有要事回避，别打扰他。想不到除我之外，嘴甜手狠的白将军，竟另有忌惮之人。主子，你就别叫我将军了，你都叫得我腿软了。剖尸！哎呀，霍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……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十里庙的驿站。正如九娘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。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但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是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的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招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荀彧宗师定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塞责，嫌慢了事。大人岂能为有了托辞而如此欣喜？哎呀，形势所致，并非下官有心闭嘴。
九娘子秉性公义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要3检。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勘验的人若是不在了，国公爷自可高枕无忧。大长公主的病情已经稳住，日后只需服药静养即可。我隔日会来复诊一次。这回啊，又多亏九娘子救回了我这条老命。哎呀，九娘子啊，你若是留下来陪宁儿该多好啊！是啊，小婉儿，你留下吧。多谢夫人美意，但秦府离这儿也不远，来回很是方便。你为何每日非回去不可？九娘子尚未出阁，夜半不归家，会引人非议。小七，你的面色难看呐，是不是因为案子办得不顺呐？没有。九娘子已查出是十里庙出的事，彼时宋家队伍还未进荆州城，任谁都牵扯不到安阳侯府的头上，所以家表兄已可以洗清嫌疑。谢天谢地，真的是谢天谢地。九丫头啊，你真的是我们侯府的小福星啊，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你。自从来了荆州城，我还未出去玩过。今夜秋夕游园会，我很想去逛逛，可否请大长公主和我家祖母说个情？哎呦，那有什么难的？我立刻就派人告知你的祖母去。今晚你也别回秦府了，就让小七呢陪着你，还有宁儿一起去玩。遵命，我保证陪小婉儿玩的痛痛快快的。还有魏府哎，我看他整日闷闷不乐的，怕是还在忧心案情，难以解脱。可否让他一同前往？对哦，那个魏府的庶子无端摊上这一档子事儿，也挺倒霉的，也不知如何跟宋国公府去交代。看样子也怪可怜的。去吧去吧，